民国年间，四大运武者无不向往天下第一，齐聚中州，只为参加每3年一度的天下第一武林争霸赛。武林争霸赛正式开始，谁最先摘下这天下第一的旗子，谁就是下一个天下第一。我来。小兄弟，我看你不过20出头，这比武可不是小孩子的玩闹。废话少说，拿下第一，我娘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好嚣张的小子，我来教你怎么说话。没想到一个20多岁的青年竟然打败了4大域的高手。只要摘下旗子，他就是这一届最年轻的天下第一。天下第一，我来了！哼！想要摘旗，先打赢我。跟我打，你还不够资格。我要跟上一届的天下第一打。什么？他要跟聂前辈打？聂前辈可是连续15年摘得了天下第一的旗子，至今无一人能撼动他的地位。聂前辈那可是中州公认的功夫第一人，这家伙就算有点实力，也不能在他面前口出狂言吧？这30年，聂前辈打败了无数高手，要不是聂师傅想给我们挑战的机会，这争霸赛根本就不用举办。是啊，于飞想要挑战他，这也太猖狂了！哼，一个籍籍无名的晚辈，竟然还敢挑战我爹！自古长江后浪推前浪，只有打败聂前辈，我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真是后生可畏，可惜老夫年事已高，早已不在乎这些虚名。这天下第一的旗帜，你拿去好了。不打赢你，怎么能让天下人知道我的实力？怎么能让这帮鼠辈服气？接招！师傅，没事吧？于飞，我爹明明已经退贤让位，为何你还要咄咄逼人？我堂堂快刀于飞，何须他让？欺人太甚！我的手断了！不自量力，还有谁不服？这天下第一，我于飞就笑纳了。好，于飞是最年轻的天下第一。于飞，你出手狠辣，戾气太重，妄称天下第一，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对付敌人就要快、准、狠，拳头才是真理。谁要是不服，我就打到他服。从今天起，天下人都知道我快刀于飞是天下第一。于飞，你把事情做绝了，得意不了太久的。娘，娘。娘！娘！
娘，告诉我，是谁干的？菲儿，你到处争强斗狠，树敌无数，天下举目皆敌呀！答应娘，不要去寻仇。好，娘，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菲儿，不要为了所谓的天下第一，搭上自己的性命。你要好好活着，为余家留一条血脉。好，真正的天下第一，不是争强斗狠，不是打败多少高手，是保护家国大义和需要你保护的人。娘，娘，我答应你，从今往后绝不动武。从此，我自封经脉，江湖一干事宜，不再过问。谢谢，谢谢。小飞，早就跟你说过不要一个人搬了。你说你这天天喝酒，不爱惜自己身体怎么行？三姨，我没事。没想到这个酒鬼力气这么大。是，5年前他来投奔老板娘，本以为是一堆扶不上墙的烂泥，没想到一个人能干咱们6个人的活。你看他这副酒鬼样子，会不会拖累老板娘？别跟酒鬼一般见识，干活去。于飞哥，于飞哥，你怎么又空着肚子喝酒？先来吃个包子，垫垫肚子，特意给你买的。不不。你们干什么？给我砸！住手！你们干什么？当然是要你们杜家酒馆的女儿红酿造配方了。你们死了这条心吧！酿酒配方，我不会让给你们的。不给，接着给我砸！看谁敢！欺人太甚！哼，敢来我们杜家酒坊闹事，今天我非给你们点教训尝尝！我劝你们赶紧交出配方，以免受皮肉之苦。狗屁的皮肉之苦！兄弟们，把这些杂碎打出去！打死你！打死你！好，敢惹青龙帮的人，你们死定了！我们走，滚！快滚出去！滚！快滚！滚！滚！滚出去吧你！滚！快走！青龙帮的人，又是青龙帮的人，他们想要垄断南域酒水产业，不知道搞砸了多少酒坊。
看来现在是盯上我们杜家酒坊了。完了完了，彻底完了！酒没了，我去打酒。你给我站住！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喝酒？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唉，大小姐，现在可怎么办呢？小龙、小虎，把大家都召集起来。青龙帮强买强卖，恶意霸占市场，就差骑在我们头上拉屎了。老板娘说的对，青龙帮做事心狠手辣，被他们盯上的酒坊都家破人亡了。就是，我也听说了，他们为了得到知名酒坊的酿造配方，攥在自己手里牟利，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他们人多势众，还都是练家子的，我们可怎么办？为了安全，酒坊暂时歇业，今天先给各位发工钱，回家躲躲吧。都怪这个烂酒鬼，出手激怒了青龙帮，不然也不会有这种事。好了，小飞也是好心。再说了，就算他不出手，青龙帮也不会善罢甘休。芊芊，老板娘，酒坊生意这么好，就这么放弃了，是不是太可惜了？是啊，他们垄断酒水，就是为了把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卖给洋人，再把洋人酿造的那些下水道泔水塞给我们，我们不能如他们愿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要保护好配方，老祖宗的东西就不会丢。可是，你让我们走了，就剩您和大小姐，这岂不是更危险？是啊，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就剩你们两个女人，万一他们再来怎么办？我娘也是不想连累大家，才解散酒坊。大家拿着钱都快回家吧。玉飞哥，小飞，我知道你无家可归，但三姨现在自身难保，不能再连累你。是啊，玉飞哥，你快回去吧。喂，就算你要在大小姐面前逞英雄，也得分时候吧？啊！不撒泡尿照照你，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行了，听三姨的话，快走。今天谁也别想走。今天谁也走不了。你叫杜什么来着？杜三娘。哦，你这娘们儿倒还挺风韵犹存的。哼，你的人打伤了我的手下。古话说得好，叫做打狗还得看主人，听说过吗？所以阁下是？本大爷便是青龙帮的二帮主苏青龙。小飞，等会儿一定要趁乱带着芊芊赶紧逃出去。将自家女儿托付给一个废人吗？老板娘，苏青龙不仅心狠手辣，而且还有一身深不见底的功夫。早些年扩充地盘、抢夺商铺，不知道打伤打残多少人，甚至手底下人都有不少人命。没想到连青龙帮的二帮主都来了，这次我们真的是死定了。就算他名声显赫又怎样？我就不信这么多人他都敢杀了。对，老板娘对我们不薄，我们不能放着他们不管。对，对。奶奶个熊！我给你们一条生路，一条死路。生路，买你们女儿红的配方，除此之外都是死路。是吗？那苏帮主打算开多少价码？1块大洋，很划算吧？小虎，苏帮主，还请你勿说戏言，否则大家都很难办。哼，难办，那他妈就别办了！站住！本大爷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心情不好就想杀人。
你们能让我的心情好点吗？啊？小飞，你要答应娘，不要再参与江湖打打杀杀了，好好活着。你，还有你们是想跟本帮主切磋一下武艺吗？啊？我就知道你这个烂酒鬼靠不住。我来，还有我，拳脚无眼，和本帮主动手，小心他妈被废掉。姓苏的，你别欺人太甚！今天就算死，我们也不会让你动杜家酒坊的。没错，只要我们在，酒坊就在。好，既然你们如此的不自量力，不如加点彩头。但凡酒馆的任何一个人能在我手上撑过5个回合，我立刻就走。反之，不但酒坊要给我，就连整个酒馆也得归我。怎么样？好，我答应。娘，小龙、小虎，看来今天青龙帮势在必得，不打败他们，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放心吧，老板娘，你们不是他的对手。住口！我们就算不是他的对手，也比你这个烂酒鬼强。这家伙双腿紧绷，气劲缭绕，一看就擅长腿功。你们切记守好下盘。我呸！还轮不到你这个废物指指点点。别说你们2个废物联手，就算加上现场的所有人，都不是本帮主的对手。不过你们2个要是愿意把这对母女花洗干净送到我床上，我倒是可以考虑留你们2个一条贱命。姓苏的，我跟你拼了！果然是垃圾，不堪一击，连1个回合都撑不下来。像你们这种人，活着就是浪费空气。苏青龙，这只是一个比试，你有必要下那么重的手吗？不废了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厉害？又怎么会怕我？于飞，我爹明明已经退贤让位，为何你还要咄咄逼人？不答应你，怎么能让天下人知道我的实力？怎么能让这帮鼠辈服气？刚才我只不过用了2分力，是他们自己太废了，太不中用了。怎么样，老板娘，可以交出配方了吗？娘，放他们走，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不，今天不交出配方，你们1个都别想走。苏青龙，你到底想怎么样？哼，生气了？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们母女2人分毫的，反正早晚都是一家人。卑鄙无耻！怎么样？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亲自跟我打。如果赢了，我现在就走；如果撑不过5个回合，不但这间酒坊归我，就连你们母女2人也归我。老板娘，不能答应他，以你的实力是打不赢他的。苏青龙，习武从来不只是恃强凌弱、争强斗狠，你根本不配做个武者。菲儿，真正的天下第一，不是争强斗狠，不是打败多少高手，是保卫家国大义和需要你保护的人。废话真多，今天谁也别想跨出这里半步。别过来！芊芊，是娘连累你了，快走！快放弃，要不然你会死的，老板娘！从今天起，都江酒坊就是你的家，
有3姨一口吃的，就绝对不会让你饿肚子。小飞，你怎么睡在这儿啊？你身子骨弱，这样会着凉的。快把姜汤趁热喝了，别再着凉了。好，既然你想死，那你就去死吧！呀！娘，小飞，好强的劲道！娘，你没事吧？我没事。小飞，这件事情跟你无关，你快走！于飞哥，你干什么？回来！蠢货，苏青龙可是青龙帮的2当家，是你空有一身蛮力就能对抗的吗？我们2个都不是他的对手，你去送死吧！哼，本帮主刚才只是一时大意，你不会真以为你是天下第一了吧？你刚才说，在你手上撑过5个回合，就算我们赢。没错，我行走江湖多年，打死打残的不计其数。你不会真以为你一个废物还能在我这儿撑过5个回合？能不能撑过，是我的事。好，既然你不知死活，那我就成全你。老板娘，一会儿我收拾了这个废物，一定会让你和你的女儿跪在地上求我玩你们啊！岳飞哥哥，他会杀了你的，快回来！你个蠢货，现在不是你强出头的时候。要是不想拖累老板娘，就赶紧滚回来！我烂命一条，他能不能拿走，还不一定呢。好，那我就成全你。虽然被封印的丹田禁脉只能发挥2成功力，但撑过5个回合应该问题不大。还有4个回合。玉飞，你死不要紧，不要连累我们啊！不是2个回合，2个回合之内你死定了！呀！找死！我求求你了，于飞哥，你不要再打了！若是一般人，早就被我一脚毙命了。他竟能卸掉我6成的力道，你居然会功夫！我不会，也不想伤人性命。敢戏耍我！今天不管你会不会功夫，老子都要送你上路！呀！娘，怎么办？于飞哥根本不是苏青龙的对手。小飞，你不想伤人，可他想要你的命，一味忍让，只会让他变本加厉。好小子，我倒是小看了你。菲儿，真正的天下第一，不是争强斗狠，不是打败多少高手，是保护家国大义和需要你保护的人。娘，你是想告诉我，天下第一不只是争强斗狠，而是保护想要保护的人吗？找死！于飞哥，于飞哥，大小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在生死关头，竟然能挺身而出保护别人。我身为武林天下第一，为什么不能保护他们？于飞哥，他可是苏青龙啊，你怎么能愣神呢？我就说他就是个莽夫，照他这个状态，我们所有人早晚被他害了。
好了，不要再说了。若天命如此，怪不得旁人。谢谢你，芊芊。接下来的，交给我吧。于飞哥，小飞，早死晚死都得死。今天我就让杜家酒馆的所有人给你陪葬。还剩3个回合，3个回合，我看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都这个时候，你还想撑住我5个回合？我说的3个回合，不是撑住你的3个回合，是3个回合之内干掉你们所有人。你说什么？完了，今天彻底要被这个废物给害死了。故弄玄虚，今天必须得死！呀！他活开丹田，不是应该内力尽散吗？怎么还会有如此强劲的冲击力？娘！于飞哥不仅接住了5招，还打败了苏青龙。死在苏青龙黑虎掏心下的高手比比皆是，于飞不就是个烂酒鬼，怎么能撑住5个回合，并且毫发无损？而且刚才还上了丹田。难道于飞学过功夫？哼，别得意的太早，还没有解决我们呢。出拳快如闪电，指力刚猛有劲。你到底是谁？你输了。哼，在我苏青龙的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你想反悔？青龙帮的事情老子说了算。今天不交出配方，你们所有人还得死。苏青龙，你卑鄙！好虎架不住群狼，即使你再能打，也打不过我们所有人。给我上！不可能！你到底是谁？杜家酒坊伙计于飞。伙计？一个干苦力的臭伙计，怎么会有如此强的内力？你从今天开始，不准你们再踏进酒坊1步！不可能！不可能！哈哈哈哈哈！龙啸9天，帮众立现，这是青龙帮的千里传音。于飞是吧？有点功夫，不知道一会儿我们帮主来了，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立得住？青龙帮帮主云清，老板娘，云帮主16岁，一把开山刀创立了青龙帮，盘踞南域数十载，坐上青道的第1把交椅。听说青白2道得罪他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而且云帮主身边还有雌雄双煞，手段阴毒，实力远超于苏青龙。要是他们来了，那我们这些人……青龙帮真卑鄙，为了抢我们的配方，不惜一切余力。娘，现在该怎么办？趁云清还没来，你带着于飞和兄弟们先走。娘，那我们走，你怎么办？你们今天谁也走不了，都怪于飞，平日里不见事事出头，今天淌什么浑水？就是，这下好，原本只是酒坊保不住，现在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说什么呢？要不是于飞哥，我和我娘早就被……别再废话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奶奶个熊，今天谁也走不了。杜三娘，你就等着跟你女儿洗干净的，陪老子入洞房吧。小小的杜家酒坊，居然让青龙帮弟子千里传音，请我亲自出马。他就是云清，为了掠夺资产，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帮主，连个酒坊都搞不定，要你何用？
属下无能，可是那个伙计……闭嘴！想必你就是杜老板。正是。听闻杜老板风姿绰约，甚是风骚，这今日一见，倒是传闻非虚呀。云帮主说笑了。青龙帮看上杜家酒坊的配方是你们的荣幸，怎么不愿意交出来？云帮主见多识广，怎么会看上我们这种小酒坊的配方呢？我不但看上你们的酒坊，还看上了你的身子。南域这么多家酒坊，只要是我看上的，没有一家酒坊不送到青龙帮，唯独你杜老板不但不肯交出配方，还他妈伤我的人。云帮主，我们有话好好说。哼，现在知道好好说了，晚了。给你2条路选择，要么交出配方，要么跟酒坊一起消失。娘，咱们要不把酒坊给他们吧？总不能为了身外之物，搭上这么多人性命。你懂什么？他们想要的不单单是酒坊，而是南域百姓们的生计。云帮主，恕难从命。好，既然巧取不成，那我就豪夺。我可最喜欢豪夺了。九阴宫高手，水妹，3个回合后，我不希望他们还站着，我要他亲自把酒坊的地契送到青龙帮。是，她就是刺杀水妹，听说她出手阴毒狠辣，被她伤过的人无不痛苦万分。她出手，我们绝无活路啊！云帮主身边2大护卫，雌雄双煞，凶煞离鬼位于第1高手，刺杀水妹位居第2。娘，咱们连苏青龙第3高手都打不过，怎么对付得了第2高手？小飞，放手。云帮主，大家开门做生意，无非是求财。哦，100块大洋，这些钱就当请兄弟们喝茶了，还请云帮主高抬贵手。钱我就收下了。多谢云帮主。别急着谢，打赢水妹再说。好新鲜的血腥味儿啊！水妹，小心这个邋遢伙计，他出手很快，别着了他的道。伙计，住口！没用的废物！帮主，那个伙计真的很厉害。你们所有人，不管谁击退水妹，都可以活命，并且我可以留下酒坊。只留下酒坊，这不是还要抢我们的配方吗？还要不要脸？芊芊，小姑娘，不要得寸进尺。若不是看你娘识趣，别说是酒坊，就算是你们的命，我也拿的。小孩子乱说话，还请云帮主见谅。老板娘，我来。小龙，你们都受伤了，还是我来？可是你也受伤了，我皮糙肉厚的，这点伤不算什么。别急，一个一个的死。小龙，小龙，欺人太甚！小虎，小虎，小虎，不堪一击！你这个女人的心怎么这么歹毒？招招致命！废物而已，活着也是没用，何须我手下留情？看不惯我，哼，那就上一个能打的呀！你少废话，一起上吧！等我退下，你们不是他的对手，我来跟你打。娘，老板娘，你不能冒险。若是杜老板上的话，我倒是可以给你个机会服侍我，把我整舒服了，我可以放你一马。你三姨，我来。于飞，我知道你出手快，可是一山更比一山高。水妹的刀法出神入化，10个你也不是她的对手啊！是啊，虽然你打败了苏青龙，但未必是水妹的对手。别给老板娘添乱了。你们要是这么说，
我更有兴趣比划比划。小飞，你丹田已经受损，我不能再让你冒险。刀剑无眼，你们可要想清楚。本来很简单的事，别丢了小命。云帮主，你刚才说只要击退水妹就能放过他们，留下九方。没错，我是说，我还说过你要服侍我，我同样可以放过他们，留下九方。做你的春秋大梦。水妹，我来跟你打。还真是不知死活。就凭你也想击退我？老板娘，老板娘，你是打不过他的。水妹只出了2分力，三姨就已经招架不住了。若她出全力，老板娘，他只是想让你活活流着血而死，你认输吧。我还能坚持。这个女人老是老点儿，倒也有趣，居然这么舍命护住这个破九方。帮主，他们要是赢了，咱们真的要放弃九方？上回总长交代过，必须拿下所有九方，就算他赢了，九方我也要定了。你就这点功夫？看看是我的刀快，还是你的血多？娘，于飞，刚刚不出手，现在逞什么呢？就是，你以为你赢了苏青楼，就还能赢过水妹吗？小伙子，有2下子。又是这个臭伙计，你就是被这个伙计搞得这么狼狈。帮主，这个臭伙计邪门的很呐！还没有人能邪得过我水妹。你们刚才说只要击退他，就退出九方，我做到了。小子，我说的是杜老板，如果他能击退水妹，我们就撤出九方；如果是你的话，打赢了才算。你们说话不算话。小飞，你身上还有伤，不能跟他们硬碰硬。三姨，我以前没能保护好我娘，现在我不行，连你们都保护不了。来吧，既然你找死，那我就送你一程。于飞这个烂酒鬼真的会功夫。水妹，你要是收拾不了这个伙计，以后就别再逞慈善了。我输了。喂，娘，于飞哥打败了水妹，他打败了第2大高手。别高兴得太早，李鬼，这次生死论输赢，杀了他们。洗好脖子，等死吧。云帮主，你刚才说击退水妹就放了他们，现在怎么能出尔反尔？就是，青龙帮还讲不讲规矩？哼，我的规矩就是规矩，今天能活下来算赢。生死战，李鬼可是青龙帮的第1高手，打败他就属实不易，还要以死论输赢，这不是逼于飞去送死吗？李鬼一招断魂掌，南域无人能接第2招。青龙帮这摆明了今天没想给我们留活路。你们太欺负人了！你们青龙帮还真是一丘之貉，都喜欢出尔反尔。我就是不讲规矩，怎么了啊？有本事你杀了李鬼！娘，于飞哥的伤口还在流血，他怎么可能打得败第1大高手啊？不行，我不同意。小飞，你娘这辈子只希望你平安娶妻生子，所以三姨不能让你冒这个险。三姨，这5年来，你们母女照顾我，护着我，我不会让你们有事的。杜老板，你现在考虑我之前的提议还不晚。做梦！三姨，相信我。怎么办？我和小虎还有老板娘加一起也打不过李鬼，于飞他就是个烂酒鬼。请吧。
这么急着去死啊，那我就一刀结果了你。空手接白刃，面对李鬼这么强的力道，他居然临危不乱，还能空手接刀。于飞绝对不可能像表面这么简单。没想到小小的酒坊，竟然有人能接住李鬼的断魂斩。有趣，莫非这于飞有什么深不可测的来历？李鬼，我不管他是谁，今日他必须死，不然你们雌雄双煞就改名雌雄双飞。有把子蛮力，可惜在我面前不顶用。亏了，李鬼用断魂刀，于飞只拿根棍，这根本抵挡不住断魂刀的威力啊！是啊，于飞一直在抵抗，毫无还手之力。这于飞不会是酒瘾犯了，要不行了吧？娘，于飞哥的伤口都崩开了，所以肯定招架不住。小飞，你的伤……无妨。他撕开自己的肚子，泄了丹田之气，还能跟李鬼打到现在。撕开自己的肚子，什么意思？我刚才跟他打的时候，他亲手撕开自己的肚子，取出来一颗破铜烂铁之后，才功力大增的。取出一块铁，受这么重的伤还要硬撑？你一个酒坊的小伙子，一个月能挣几个大洋？玩什么命啊！你们这些强取豪夺之人，永远不会懂，出手根本不是为了利益。难道是铁锁丹田？李鬼，趁他丹田之气还没恢复，弄死他！娘，什么是铁锁丹田？那是习武者的一种封锁法门，用外物之力压住丹田气息，使习武者无法运行丹田之力。到底是什么人对于飞哥这么残忍？你这蠢货，连件趁手的兵器都没有，拿什么跟我斗？武者输赢不在兵器，只要心中有武，万物皆可为刃。长刀对短棍，我看你是找死的节奏。一寸短，一寸险。李鬼，搞什么？弄死他！他虽然丹田受损，却力道之大，速度之快，让我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他究竟是什么人？我的短棍比起你的断魂刀威力如何？我李鬼号称雄煞，下手黑，力道狠，我就不信对付不了你一个区区小伙计。看杀招，断魂斩！娘，于飞哥打败李鬼了，他打败了青龙帮第一大高手了。没想到师姐潜心培养的读书人，竟然是个练武奇才。太解气了，李鬼都被打倒了，青龙帮第一高手熊煞呀，拜的一败涂地。于飞，云帮主，我们赢了，按照约定，带你的人离开杜家酒坊。我说过，活着的算赢，李鬼还没死呢。李鬼都败了，你们还不肯认输，非要一方死吗？哼，没错，想让我们不收购杜家酒坊，要不是李鬼死，就是于飞死。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于飞打赢李鬼已经倾尽全力，还非要杀了他。于飞连败2名高手，力气早已消耗殆尽，再打死的不一定是谁。小飞身上有伤，再打下去的话，恐怕血都要流尽了。云帮主，小飞已经连挫你2名高手，你为何还要咄咄逼人？本来是你陪我睡一觉就能搞定的事，你非要搞得这么复杂。现在好了，我给你杜家酒坊不死不休。娘，于飞哥的伤口这么重，他会不会死啊？芊芊，三姨，我没事，这点小伤还要不了我的命。丹田有损，连败2名高手，居然还能站在那儿气息平稳，实力不仅在我之上，就算我和水妹联手，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你到底是谁？杜家酒坊小伙计。我不相信，我绝不相信你只是一个小伙计。
连错我3员大将，还说自己是小伙计，你当我是傻子吗？我们杜家一个混子都能连错你们青龙帮3大高手，你还有本事叫嚣？李鬼，今天不是他死，就是你亡，你自己选。娘，他们是想吃轮战，累死宇飞哥吗？他们这是想趁人病要人命，彻底摧毁咱们九方啊！不然，为什么提起青龙帮人人畏惧？就是因为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小飞，不要再打了，大不了九方我不要了。老板娘，云帮主，我答应你把九方。纵容他们为非作歹，只能让他们气焰更嚣张。可是我不能为了九方不顾你的死活啊！三爷，我死不死无所谓，我要他们死了！好小子，够嚣张！今日我就与你一决生死！他的棍子要是再进半寸，李鬼就没命了。小飞间有3次机会杀死李鬼。娘，你是说，如果于飞哥想要杀了李鬼，他有3次机会？没错，只要小飞的武器再进1分，李鬼必死无疑。没想到平日里看着像一堆烂泥的于飞，竟然有这么高的功夫，深藏不露。于飞深藏不露啊！没想到小小的九方竟然卧虎藏龙，看来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帮主，我早就说过，这个小伙计他不简单。闭嘴！一帮废物！娘，于飞哥有3次杀死第1高手的机会，他为什么都放过李鬼了？小飞每次出手都带着狠劲儿，可是每次都绕过对方。我想是他的心中心存善念。为什么还不杀我？你等什么？曾经我以为习武就是为了打败弱者，争强斗狠。可是我娘告诉我，习武真正的意义不是为了获胜，随意打打杀杀。我不杀你，你走吧。你以为不杀他，我就会放过杜家九方吗？云帮主，按照赌约，李鬼都已经被杀死3回了，你还想反悔吗？我今天来，不管输赢，都要带走九方的地契和配方。原来你根本没有想过放过我们。没错，巧取不成，那我就好躲。南域所有九方都是我青龙帮的，谁敢不从，那就只有死。云清，你欺人太甚，就不怕遭报应吗？哼，那我都杀了你们，谁来报应我？一起上，杀了他们！站住！习武不是为了恃强凌弱、争强斗狠，是为了保护家国大义和需要被保护的人。这是我娘教我的。今天我就要用我的功夫护住杜家九方和需要被保护的人。给我上！娘，于飞哥好厉害！没想到小飞竟然是一个练武奇才。5年前他投奔我的时候奄奄一息，我还以为他弱不禁风呢。为什么要吞并九方？为什么要强取酿酒配方？中州商会的聂总长要在南域成立分会，所有酒坊都要为他所用。成立商会？于飞，你再能打又能怎么样？聂总长背景深厚，我不信你敢和他对抗。不管什么聂总长，什么背景，我只知道这里有我要保护的人。你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吗？能打遍天下吗？我就是一个小伙计，但今天我保护了我想保护的人，这就够了。现在带着你的人从杜家九坊滚出去。好，走着瞧，等聂总长来了，你们会后悔的。走！站住！拿走你们的垃圾。好。
宇飞哥，你赢了，赢了！小飞，谢谢你帮我保住了酒坊。三爷，5年前你收留我，照顾我，你们早就是我的亲人了，保护你们是应该的。于飞，之前误会你是个烂酒鬼，是我们不对。对，是我们不对。你们说的也没错，我以前确实是个烂酒鬼，不过从今天开始，不再是了。好了，大家身上还有伤，赶紧上药吧。小飞，你丹田的伤……宇飞哥，我有爹留下的金疮药，你跟我来。慢点。真没想到他这么厉害啊！这样真厉害啊！太强了那也，真厉害啊！哎呀，没想到这王妃真厉害。杜老板，不好了，中州商会的人来了。杜老板，不好了！黄渤，出什么事了？你慢慢说。我这不是有一批货要运往北域吗？还没有出发，就被商会的聂大少拦住了。他说我的酒不好喝，就把它砸了，还要让我把酒坊交给商会管理。交给商会管理？那这样你还有经营权吗？哪还有经营权呢？酒坊都是商会的，我只是商会的一个伙计呀。他们这哪是成立商会统一酒水管理，他们这是据为己有。杜老板，我还听说聂总长成立商会是为了大帅府征集军饷，买粮买军火。我呸！什么狗屁的征集军饷！我看他们就是互相勾结，要压榨咱们的血汗钱。我的确听说外强入侵，各域都在备战，中州政府征兵征粮，准备迎战。如果这样，那我们这些做小生意的就没办法活了。1碗牛肉面，不加葱花。好嘞，客官，您稍等啊。小姑娘，站住！咱们来打个赌，你说一会儿你爹端上来的牛肉面有没有葱花？要是有葱花，我就崩了他。没有葱花。我不吃牛肉啊！爹，带走！爹，不要，我不要。大少爷，青龙帮的人来了。大少爷，您来了怎么不通知一声，我好去接您？不是让你们招揽各家酒坊加入商会吗？怎么就你们几个？大少爷，这件事有点不太顺利。不太顺利？大少爷，这件事不怪我们青龙帮，是杜家酒坊一个伙计带头抵抗，不肯把配方交给我们。你这个南域倾倒的第1把交椅，青龙帮的帮主是干什么去的？大少爷，有话好说，好说。一群废物！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让南域所有做酒水生意的商户都滚过来见我！3天内，把你们手上的酒方和酿造配方交到我手上，由商会统一进行管理。大少爷，一直以来，商会都是促进商会发展的，没听说过要把自己的作坊交给商会打理啊，那还是我们自己的产业吗？是啊。我们自己的产业自己最了解，而且都有自己的独门配方，从不外传的呀。对。哎呦，你这……哎呀，老子做事要你教啊！大少爷，收了这么多配方，我们真没法活了呀！这回清静了。我说的话都听明白了没？听了。我只管收缴配方，酒坊。至于你们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都给我滚回去准备！是，快走！这不是要断我们的财路吗？这怎么活呀？我们
酒坊的配方，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要是交出去，那算哪门子祖传配方呀？是啊，没有了独门配方，再没了酒坊，这不得自断生路吗？对了，我听说杜家酒坊今天不仅没交出酒坊，还将青龙帮给赶了出去，说不定他们有高人指点。要不咱们……对，咱们去找杜老板商量去。走。杜老板，眼下内忧外患，生意本来就难做，又成立什么商会，还让我们把配方和酒坊交出去，这让我们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杜老板，我还听说他们青龙帮也来过你们酒坊，但是你们保住了配方和酒坊，还把他们赶了出去。你能不能也帮帮我老头子呀？不是我不想帮你，只是……杜老板，你帮帮我们吧！杜老板，您帮帮我们吧，我们实在是扛不住了呀。可是小飞也是拿命跟青龙帮拼命，所以才抢来的。杜老板，你不要诓我们了。小飞那个伙计，我知道，整日醉烂如泥的，他不可能从青龙帮手上保住你们杜家酒坊的。对呀，青龙帮不仅人多势众，还有3大高手，他一个小伙计怎么可能打败他们？杜老板，你就告诉我们吧，你到底有什么关系背景，能镇住他们呢？既然你们不信我娘说的话，那还来求我娘干什么？这，我们也是没办法呀。南域以酒业为主，若都被他们收取了方子，大半个南域百姓都得饿肚子呀。可是小飞他……三爷，我考虑考虑吧。那好吧，我们先回去了。这黄渤，那我们怎么办啊？娘，于飞哥好像有心事。师姐是名门淑女，不喜欢江湖斗争、打打杀杀。2年前意外离世，虽然我不知道她怎么死的，但是我猜跟小飞不愿出手有关。二师姑娘，你爹今天不出摊吗？我爹被他们给杀了。什么？你们不能砸呀！别砸了！哎呦，不能砸，不能砸呀！商会聂大少看中了你的铺面，你现在就滚出去！哎呦，几位好汉，麻烦回去跟大少爷说一声，我们一家老少就指着这酒款糊口了。你说你们要是把他收走，我们就饿死了。饿死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本事你找聂大少说理去！放了他！是。别！我的酒馆，说封就封，我的铺子呀！哎呀！他居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强取豪夺！小飞，你有没有看到芊芊？我没看到芊芊妹妹，怎么了？她……老板娘，怎么样？有没有芊芊的消息？我们按照大小姐去学堂的路找了过去，都没有看见。不过我们在去学堂的路上发现这个，这是芊芊的耳环。我们还听说，现在在学堂附近有一伙青龙帮的人帮走了一个女学生。难道是芊芊？杜老板，不知云帮主又来，所为何事？昨日我请杜家酒坊加入商会，杜老板立刻回绝。今日聂总长之子聂大少亲自登门拜访，杜老板不会不识趣吧？聂大少，今日我家中有私事，恕我不能奉陪。杜老板所说的私事，
可是这个，你怎么会有我女儿的耳环？兔老板，现在可以好好谈谈杜家酒坊加入商会的事了吗？是你绑走了我女儿，对不对？你把女儿还给我！老板娘，你到底想怎样？交出酒坊和配方。我们昨天已经按照青龙帮的规矩打赢他们，今天你们还来纠缠，到底有完没完？你就是昨日打败了青龙帮3大高手，一战成名的武林高手于飞。我只是杜家酒坊的小伙计，不是什么武林高手。敢坏老子的好事，有几个脑袋？聂大少，南域有南域的规矩，昨日小飞也是按照南域和青龙帮的规矩办事，你为何还要抓我女儿？聂大少，他说的不假，想要在南域征服人心，必须要先打败对手。好，既然你们不服，那就百类比武，打服你们。我只要他参加，我就放了杜小姐。说啥杜老板瞒着我们呀？对呀，看他了。三姨，小龙、小虎去查芊芊的下落了，你别太担心，我们一定会救她回来。今日聂君临举办比武，我担心其中有诈。他下来的真早啊！聂大少来了。聂大少，今日比武，胜出者当真不用交出酒方和配方。跟我讨价还价，你是不是找死啊？大少，咱们创立酒坊是要谋财垄断酒水产业，没必要跟所有人为敌，影响咱们后面的计划。若不是我爹留着他们还有用，我把他们都毙了。是。我爹为了发展南域，特地在此成立商会，而有些人就是不识好歹，而我这个人就喜欢以德服人，所以按照南域规矩设立比武，只要赢了就可以不交出酒方和配方。这太好了，这太好了呀！说话算数吧，别轻易相信。这些蠢货高兴得太早了。我带来的人可是有望参加武林争霸赛的高手。三姨，聂君临和青龙帮勾结在一起，我担心就算我们赢了，他们还是会反悔。没错。聂大少，我们已经来了，到底什么时候放了我女儿？别着急，杜小姐在我那儿吃好喝好的招待着，等到比武结束，我自然就放她回来。谁先来？我先来。竹叶青酒坊林长天请教。在下段瑞。林掌柜，我劝你还是认输吧。认输？你不是本地人，恐怕不知我们南域的民风，人人习武。比拳势，我比不过商会，但是比拳脚，我还是有些手段的。林掌柜祖上是做镖局的，林家世代习武，虽然比不过青龙帮那些高手，但是一般的练家子，还真不是他的对手。是啊，这个姓段的，一看就是个文弱账房先生，还没动手就让林掌柜认输，这也太猖狂了。这个段瑞，来者不善。多说无益，咱们拳脚见高低。是不是他就出来了？以林掌柜的身手，肯定能打败那个段瑞。别让中州商会知道，咱们这些南域商人不是吃素的。你觉得林掌柜有胜算吗？没有。没想到林掌柜这样的武者，3个回合就败下来了。这个段瑞果真来者不善。这一脚竟然战胜了林掌柜的武藏，这不是比武吗？
怎么下手这么重？拳脚无眼，一下就被踢下来了。怕死就认输。段瑞防守只是在摸清林掌柜的路数，好用一己之力让他重创，再无迎战之力。比武的目的果然不简单。老板娘，怎么样？找到芊芊了吗？大小姐被关在青龙帮，有众人把守，我们进不去啊。青龙帮内形势复杂，只有打赢这一条路了。你们这哪是比武，分明就是杀人！不服的，不想加入商会的，上来说话。我来。又来一个送死的！你别太嚣张，我让你知道我们南域商会的厉害。他腿力凶险，一招制敌。看来他的弱点是上盘。他看中了段瑞的破绽，这次咱们肯定赢。让他们嚣张，想走我的房子和酒坊，没门儿！他也不是段瑞的对手。于飞，你怎么能长他人志气，逼自己违法？就是，你看那个段瑞，明明只有招架能力，毫无还手之力啊！哼，你以为我的弱点是上盘，我就没有破绽？不堪一击，还有没有能打的？下手如此狠毒，你欺人太甚！那是他技不如人。况且你们当初有谁说过比武不能有死伤啊？你强词夺理，比武点到为止，可你每次都打残别人，你算什么习武之人？就是强词夺理。对，强词夺理。都给老子闭嘴！老子就是强词夺理，怎么？有意见？能比，比不了，交出配方和酒方，滚蛋！我看你们这些南域人呢，也就这点本事，还好意思说民风彪悍。我看，留下配方和酒方，赶紧滚蛋吧。等一下，倒是把你给忘了，你可是打败了青龙帮的无敌手。怎么，当起缩头乌龟了？也行，那就把那个水灵灵的杜小姐留给我自己享用。我和他打，但我现在就要见到芊芊。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打赢了再说。好，小飞，三姨，没事。今天不但要救出芊芊，还要保住南越的酿酒产业。说怎么打？听说你出招很快，那就比兵器。好，就比兵器。段瑞的拳法和腿法毫无破绽，他选唐刀刀法肯定不会差。于飞竟然选了短刀，恐怕不会是段瑞的对手啊！老板娘，于飞怎么选短刃？这不明显处于下风吗？你已经打了2个回合了，公平起见，让你一只手。哼，小子，别太嚣张！你打伤了林掌柜，我也要以此之道还施彼身。别以为你打败青龙帮那帮废物，也能打败我。10个那样的废物加一起，也不是我的对手。那就别废话了。于飞怎么一直闪躲不进攻啊？他是在摸清段瑞的路数，然后一招制敌。可是段瑞的刀法太快了，根本看不清啊！小子，你怎么还不还手？是不是怕了，连还手都忘了？既然这么着急说，那我就成全你！于飞赢了，段瑞，且接着打！你已经被我打出了内伤，穴道被我封住了，再打下去，你会变成一个废人。我是北域第一，我不会输。小飞赢了，果然没让我失望。
于飞好样的，替我们这帮老家伙扬眉吐气了，后生可畏啊！是啊，用同样的套路给我们争了口气。对，废物！于飞，之前倒是我小瞧了你，段瑞可是北域第一高手，没想到竟然败在一个小伙计手上。好说，你说打败他就放了芊芊，我做到了，赶紧放了芊芊。我承认你有点本事，就是太急躁，比武还没结束。你们给我上！聂君临，你怎么能出尔反尔，真卑鄙！卑鄙？我就卑鄙，你咬我呀！好，今天就奉陪到底！多耽误1分钟，芊芊就多1分危险。还有能打的吗？一起上！小子，别太嚣张，我亲自来会会你。啊！聂君临亲自杀，听说他的鬼脚在中州无人能敌。中州是高手聚集的地方，能做到无人能敌的地步，那实力得多恐怖啊！而且他还有枪，于飞这次太自负了，恐怕要输啊！好久没动手了，希望你一会儿能多撑几个回合，别太早被我打死。于飞连聂君临都要打败了，现在胜负未定，况且他还留有后手。今天我要你死！老子不会输！于飞出手之快，连子弹都能躲得过去。放了芊芊。没有我的命令，青龙帮是不会放人的。你杀了我呀！小飞，你不能杀他。那就带他去青龙帮，有他在我手上，不信青龙帮不放人。想不到连聂大少都不是于飞的对手。谢谢于飞啊！你为我们南域保住了饭碗呐！小龙、小虎，把他绑起来。什么人敢动我的儿子？芊芊，娘，他的儿子，莫非他是中州商会总长聂云？聂云，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爹，你怎么来了？你个废物！让你招募商户加入商会，你就是这么给我招募的？你就是杜家酒坊的那个伙计？正是。此人的眼神怎么感觉在哪儿见了？聂总长，聂大少抓了我女儿，逼我们比武决定是否加入商会。现在我们赢了，是不是可以放了我女儿？当然可以，但是你们绑了我的儿子，这个又怎么说？好，那我们一起放。一起放？杜老板，你把这个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吧？你想怎么样？我要你负荆请罪。凭什么？明明是聂大少要求比武的。没错，我们已经赢了比武，是聂大少不守规矩，用枪逼着我们就范。就是加入商会本身就是自愿，聂大少却强制逼迫，还挟持杜小姐，本身就是他的错。哎呀，大家稍安勿躁，加入商会呢是为大家考虑。现在外强侵略，民不聊生，百姓吃不上饭。大家加入商会之后，统一管理，将酒水远销东洋，这样可保南域百姓生计。原来是这样，难道我们误会叶总长了？我的确听说其他几大域受战火牵连，饿殍遍野啊。咱们这些用大量粮食做酒水生意，岂不更没出路？对，这位老板说的不错，我保证之后会把酒水卖个好价钱。当然了，除了你们应得的那份，剩余的钱我们要捐给救国军，购买战略物资，来保证我们家园的安全。这么说来，聂总长的确是在为我们考虑。
这还有钱支持护国军把外强给赶出去。聂总长，就算你不说，我们这些人也应该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贡献一份力量。我愿意加入商会。对，我也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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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说来，加入商会确实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只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杜老板，之前呢，请杜小姐到青龙帮喝茶，是我儿子做错了，我在这里替他给你赔个不是。我现在就放人。放人。娘，倩倩，他们没有为难你吧？杜老板，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们把我儿子给伤了，这个是不是应该给我个说法？聂总长，既然是误会，我们决定加入商会，还请你不要跟我们计较。三姨，好，杜老板不愧是女中豪杰，我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你们怎么绑的我儿子，就怎么放了他，这件事就此作罢。娘，于飞哥绑的人，再让于飞哥解绑，这不是羞辱他吗？于兄弟，就劳烦你动动手，大家都是自己人，别伤了和气嘛。这聂总长也是为了咱们南域着想，你不妨你受些委屈啊。我们是杜家酒坊的人，我们来解。等等，说绑就绑，说放就放，难道我聂君临不要面子的？那你想怎么样？我要他亲自来解。好，我来解吧。姓于的，你的傲气呢？还不是得乖乖向我低头？哼！聂总长，绳子我解开了，希望你说到做到。那是自然。我在这里保证，大家加入商会之后，生意会越来越好，钱会越赚越多。那就多谢聂总长为我们考虑了呀。是啊，有聂总长带领，我们南域也能为保卫国家出一份力啊！我代表10万救国军感谢你们的支持。哪里？聂总长，如果加入商会是为了给救国军筹集物资，我们这些商户当仁不让。但我希望不要在发生之前打砸抢别人商铺的事情。这个聂某自然是可以保证的。加入商会都是大家自愿的。之前犬子做事不妥，我一定带回去训诫一番。好，说得好。好，诸位，我回商会，等待大家拿着酒方房契和配方，共谋发展。蠢货！很好，短短几个时辰，就有10几家酒坊和几十家商铺加入了咱们商会。多谢龟田先生夸奖。用不了多久，南域最具盛名的酒水配方都是我们的。而且到时候这些酒水配方生产出来的好酒，我们都会运往东洋，创造最高的利益。我带来的那些东洋货，你要尽快让这些商铺销售出去，这样咱们真正的目的才能早日实现。是，龟田先生请放心，我先告辞了。可恶的东洋港不但要抢我们的酿酒技术牟利，还想用他们的垃圾赚我们的钱。更可恶的是，要用那些垃圾控制南域人成为他们的奴隶。既然决定放下过去，我也该收拾一下自己。
振作起来了。师傅，剪头发，刮个胡子。哎，好好，来，坐。师傅，你喝的是徐记烧刀子酒吗？哎呀，客官这好嗅觉，正是。可惜啊，这以后是喝不到了。西岐酒馆啊，加入商会之后，以后都要换成东洋酒了。东洋酒？对呀，东洋酒不但难喝，并且价钱呢还是之前的2倍。这以后所有的商会啊，什么杂货铺里边的烟酒糖茶都要换成东洋货。你说这东洋玩意儿哪有咱自己的好啊，是吧？聂总长不是说加入商会发展南域酒水业吗？酒馆怎么都换成了东洋酒？干嘛？你给我喝一口吧，求求你，再给我喝一口吧。我也就这么多了，给我，我也就这么多了呀。给我喝一口，就给我喝一口。小姐，这把你给咋的了？起来，跟我回家！起你看看这像什么样子啊？以前也就贪杯，有点闲钱就去打酒喝，也没看他喝成这个样子呀。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是那酒有问题。我听说呀，聂总长那东洋酒里掺着能让人上瘾的东西，一旦沾上就戒不掉了，不喝呀，就变成他这样的废人了。莫不是长辈们说的能让人上瘾、摧毁人意志的违禁品黑疙瘩？这不是我们这些人能议论的。走走。控制人精神意志的违禁品，难道这才是孽缘的真正目的？哎，客官，你需要点什么？掌柜的，咱们店里之前卖的都是国货，现在怎么都是东洋货？这不刚加入商会，商会就派人换了我们店内所有的商品，说是造福南域百姓。加入商会后被迫换的。这些东西的价格是国产货的2倍，这普通老百姓哪儿买得起？哎，我这儿还好，顶多我一个人赚不到钱，饿肚子。可那药铺医馆也都卖东洋药，这不是要老百姓的命吗？你说的这些铺子都加入了商会？哎，那可不，也不知道商会搞什么。不过说是为护国军募捐，我们也不能拖后腿，不是？不对，总感觉哪里不对。娘，小龙、小虎这是怎么了？他们的症状好像是中毒。你是说他们中毒了？而且是让人上瘾，意志消沉的毒。跟我猜想的一样。当年虎门硝烟声势浩荡，没想到如今这个害人的东西又流传到了南域。原来是，可是娘，他们为什么会中这样的毒啊？因为他们在跌打药里面掺了毒。那些加入商会的酒坊出售的东洋酒和药铺医馆出售的药都出现了问题。娘，我在学校听说东洋人想用药物控制我们国人，并且还造谣我们是东亚病夫。难道他们伸手到南域了？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商户加入商会之后。我怀疑聂总长跟东洋人有勾结。还好小龙、小虎他们出事了，我还没来得及把酒坊的房契和配方送出去。看来商会的目的绝非聂总长说的那样为国为民。那小龙、小虎怎么办？我们没有解药。我现在去医药馆，别他们交出解药。小飞，我跟你去。芊芊，你照顾好他们。如果控制不住的话，就拿绳子绑住他。买不起药的穷鬼，还敢来我们医馆闹事！明明是你们药不管用，吃坏了人还不敢承认。
奶奶个熊的，小子，说话要有证据。医馆可是商会旗下的，怎么可能会吃坏人呢？依我看，就是因为你们这帮穷鬼没钱买不起药，所以才会讹诈医馆。怎么回事？老板娘，小龙和小虎在医馆治伤，吃了他们开的药后，伤非但没好，全身就像蚂蚁啃咬一样。我们去医馆质问他们，他们还让我们继续买药。可我们看到很多同样的患者掏空家底喝他们的药，并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离不开这种药了。果然，中毒的不仅是小龙和小虎。你们是医馆的人，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你们这些贱民，吃不起我们东洋的好药，就来诬陷我们。现在就算你们出4倍的价格，我们也不会把药卖给你们。除非从我的胯下钻过去，否则就让你们的人活活难受死吧！你们是东洋人，知道他们是东洋人，还不赶紧跪下道歉？他们害我们国人被药物控制，还要我们给他们道歉。苏青龙，你想当东洋人的狗吗？那又如何？即使你功夫再高再能打，你敢跟东洋人作对吗？你，老板娘，小龙小虎没有药怎么办？那是害人的东西，绝不能让小龙小虎陷得更深。那是我们特意为他制作的大补丸，他们会求着我们卖给他们的。我们是不会上你的当，被药物控制的。我求求你们了，给我们点药吧，我真的要难受死了。就给我们一口也行，求求你们了。小龙小虎，你们在干什么？娘，他们忽然变得力气很大，很暴躁，我根本控制不了他们。看到了吧？现在他们跪下来求着我们把药卖给他们。小龙、小虎，你们有点骨气，给我站起来！你给我滚开！别站着说话不腰疼，难受的又不是你。我求求你们，卖给我们一点吧，你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小虎，把他们拉到库房，给我绑起来。小虎，老板娘，老板娘，求求你，让他们把药卖给我们，我们太难受了。老板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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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现在肯跪下来求我们，我们也愿意把欲仙欲死的大补丸卖给你的。怎么样，于飞、杜老板，东洋人不用一招一式就让你们的人跪地臣服，你到现在还认为给东洋人当狗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吗？啊！你们这些东洋人，欺人太甚！哎呀！于飞，你敢打东洋人，你死定了你！山下先生，你没事吧？你们这些低贱的东洋人，敢打我！这是我们南域的地盘，容不得你们东洋人在这里撒野。我们不但要撒野，还要让你们这些低贱的南域人臣服在我的胯下，还要让你这样漂亮的女人沦为我们的玩物。拿开你的脏手！贱人，你敢打我？今天我就要将你剁成肉泥！三爷小心！娘！你们敢打我们，知道是什么后果吗？我们不知道打你们有什么后果，但我们知道，你们欺负我们有什么后果。哼！住手！
你们怎么敢动东洋人啊？啊，就不怕迁怒了东洋人，让他们的军队攻进城吗？啊！聂总长，你这话什么意思？杜老板，这些东洋人呢，是来跟我们做酒水生意的，是来帮助我们繁荣昌盛的。你们怎么能得罪他们？繁荣昌盛？你知不知道他们用违禁品毒害我们的人，妄想控制我们？你还替他们说话？我不知道什么违禁品，我只知道你们得罪了东洋人，就是在砸南域人的饭碗，砸酒水业的饭碗。我劝你们现在立刻马上跟他们道歉。让我跟他们道歉？休想！我就算是死，绝不会向东洋人低头。杜老板，我劝你呢，明日日出之前，拿着杜家女儿红的配方来商会跟他们道歉，不然后果你们承担不起。还不赶紧送山下先生回去？是，山下先生、竹田先生，请。哼，我要你们跪在商会门口，跟我们道歉，要不然我们是不会放过你们的。走！哼！我知道你能打，但是你打得过东洋人吗？啊，打得过东洋军队吗？好自为之吧。懦夫！娘，咱们真的要屈服于东洋人吗？我们都被聂云骗了，他根本不是为了南域，而是想要做东洋人的狗，控制我们，为他所用。曾经我以为成为天下第一就不会被人看不起，被人欺负。可是现在，我的国人、亲人都在被人欺负，我却什么都做不了。我算什么天下第一？小飞，你们守护好酒坊，我去跟其他商户商量一下，绝不能让聂云计谋得逞。娘，我打听到了，城南和城北的火是有人烧了东洋人藏有违禁品的仓库。现在青龙帮的人和商会的人正在搜寻放火的人。小飞在房间里吗？我刚去看过他，他不在房间。娘，你是怀疑是于飞哥烧的火？城南城北相距较远，同时起火，绝不可能是小飞一个人所为。三姨，芊芊，你们怎么还没休息？小飞，你去哪儿了？三姨，我……好了，你不用说了。芊芊，你去我屋里把那个包袱拿过来。是。小飞，你喜欢芊芊吗？三姨，芊芊一直都很喜欢你，你是师姐的儿子，我把芊芊托付给你，我放心。这里面有100块大洋，还有我师父留下的女儿红酿造配方。带着这些东西，和芊芊一起走。娘，我们走了，你怎么办？不用管我，这些配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一定不能让它落到东洋人的头上。你们俩今晚就出发，务必保护好配方。走。三姨，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晚南域仓库是我烧的，我走了会连累你的。你以为你不放火烧仓库，聂云和东洋人就会放过我吗？我这辈子没什么牵挂，只有芊芊和这些配方。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你一定要替三姨保护好他们。可是这……若你还认我这个三姨，就走！娘，芊芊和配方是三姨最重要的东西，有他们在，三姨永远会被牵制。芊芊，我们走。
小妃，我知道你是当年打败聂清风的天下第一，你娘也是被聂云所害，你自责了5年。为了余家最后一条血脉，我不能告诉你真相。杜三娘，杜三娘，交出于妃。不知云帮主深夜造访，所为何事？杜三娘，别装糊涂了。今晚南域和北域仓库着火，是于妃干的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帮主，于妃不在酒坊。杜三娘，不交出于妃，东洋人和聂总长那儿交不了差，咱们都得死。只好委屈你走一趟，带走。聂总长，收了我们的仓库，破坏我打东洋的计划。你这个商会总长，就别想成为南域的土皇帝。龟田先生放心，我一定找出纵火者，杀鸡儆猴。帮主，你说于妃真的会来吗？聂总长绑了杜三娘和南域想要反抗的商户，不相信于妃不出现。可是，以他现在的实力，你我联合也不是他的对手啊！废物，怕什么？我已布下天罗地网，还怕抓不住他？对，抓住于妃就是大功一件。等聂总长在东洋人的帮助下坐上了南域城主的位置，咱们也可以跟在后边吃香的喝辣的了。我们青龙帮在南域盘踞多年，这个城主之位哪轮得到聂云来做？帮主，您的意思是，您只是想借助聂云的关系攀上东洋人，然后除掉聂云父子，您自己来做这个南域城主的位置？你小子总算开窍一回。于妃，你真敢来？我为什么不敢？于妃，你自投罗网，今天你死定了！你是说你院子里安排的那些酒囊饭袋？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安排的人都被我处理干净。厉鬼水妹，帮主，我们的人都被于妃除掉了。废物！厉鬼水妹，杀了于妃！云帮主，恕难从命。我们可以为你卖命，但不能为了你勾结东洋人，残害同胞。你们敢造反？勾结外强，残害同胞，造反的人难道不是你吗？哼，我们只是不想同流合污而已。于兄弟、杜老板和商户被关在东洋武馆，给东洋浪人当靶子了。这里交给我们，你快去救人。二位，今日能联手抗敌，他日我们必是兄弟。保重。今日你我雌雄双杀，也干一件让后人称快的事。哼，好，一起上。还有谁能上来跟我打？只要答应我，我就放你们走。你们这些东洋人，别太嚣张。我来。不，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不堪一击，我一根手指头都能碾死你们。还有谁？等一下，还有我。聂大少来讨教。群灵，你要干什么？爹，你
知道我在干什么？为了巴结东洋人，不惜拿亲儿子来做药物实验。没想到聂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连亲生儿子都不放过，简直连畜生都不如。哼！聂总长，这是什么情况？龟田先生，请您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你这个逆子，赶紧给我回来！自从我被龟田用药物控制，变得暴力嗜血，活得人不人，鬼不鬼，我早就厌倦了这样苟延残喘，不能再亲眼看见你们残害其他人。被药物控制的妖人，那就让我来试试你的威力。别手，你不能再打了，再打就被打死了。还是不堪一击？再没人上来跟我打，我就将你们全都杀了。还有我。还有我。小飞，谁让你来的？快走！三姨，他们把我给抓了，就是为了逼你出来，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于飞，原来是你这个小畜生！5年前我没能打败你，但是今天我会让你死在这儿。5年前杀害我娘和于家满门的人是你。当然，可惜了，我没有打败你这天下第一的本事。但是现如今，有东洋人，你必死无疑。聂云，我今天必杀你！什么狗屁天下第一？于飞，小心他的腿！看在你火烧城北仓库的份上，杀害面摊老板的账，待会儿再跟你算。今天就把你这打下天下第一，打成天下第一废物！打他，杀了他！三爷，你没事吧？我没事。你带他们先走，我和聂云还有账要算。我们东洋浪人马上就要攻进城了，你们谁也别想走。于飞，我们布了这么大一个局，你觉得我们会没有所准备吗？那又如何？就算我死，也要拉你做垫背。哼，你是天下第一，出手快、稳、准、狠，能躲开子弹。而他们这些人呢，只要我一声令下，他们就会被打成筛子。我可是一个开枪！放他们走，不然大家一起死！军令，我是你爹呀！你竟敢背叛我！你这个逆子！爹，我这是在替你赎罪！快带他们走！我不能走！东洋第一武士武藏正带着人往这边赶过来，你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来得正好，就让我这个大夏天下第一会一会他们东洋第一武士。可是别啰嗦，照顾好三爷，别让我看不起你。走！快走！走！小飞，你一定要小心啊！走。聂云，这就是你说的万无一失。龟田先生，只要杀了这个于飞，其他那些乌合之众成不了什么气候。聂云，当年比武是我年轻气盛，但我自认为没有违背道义，你为什么要杀我全家？
就是因为你才狂妄自大，伤了我一只手，让我再也无法练功夫。跟我爹比武，让你这个晚辈打败，让他颜面尽失。既然这样，5年前的这笔账，就在今天了结吧。于飞，今天你杀了我，你也逃不了。我就算死，也要除掉你这个卖国求荣的败类！不愧是大侠天下第一，有点实力。于飞，武藏先生来了。武藏先生家族都是东洋世世代代最有实力的武士，至今未尝败绩。今天你死定了！你就是大侠的天下第一，瘦弱的矮子不过如此。哼，对付你们这些东洋狗，绰绰有余。狂妄之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武术，东洋人是最强的，大侠人在我们面前只有挨打的份。是吗？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是大侠武魂。武藏，杀了他！你们几个陪他玩玩。他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东洋最强的浪人？现在该轮到你了。看来我小瞧你了。不过大侠的武术在我眼里不过只花拳绣腿。现在见识见识东洋人的厉害。弹丸小国也敢在我泱泱大侠面前逞凶？走！于飞，我说过，你在武藏先生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武藏先生就是这个人，他破坏了咱们控制南域百姓的计划，还烧了咱们的货，他罪大恶极。八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快来扶我！聂总长助纣为虐，这是他的报应。我们俩早就不想跟他干了。对，我们再没良心，也不可能出卖同胞。我也不干了。你们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聂云，你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就是你给东洋人当狗的下场。Parker， 我杀了你！你们这些叛徒都该死！杀了这条东洋狗！就让我结果了你，再迎接我们东洋浪人攻陷南域。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不会让你们东洋狗踏足南域半步。小飞，三姨，芊芊，你们
大批东洋浪人堵住了城门，就要攻进来了。我们不能就这么走了，置城里百姓于不顾。没错，我和水妹杀了云清和苏青龙，带着青龙帮有血性的弟子，打算去城门和东洋人决一死战。还有我们，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也不走，我们也不走。聂君临呢？他为了防止浪人攻玉，跳下城墙，跟浪人同归于尽了。他能及时回头是岸，以身殉国，倒也值得尊重。小飞，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去城门，保护南域。好，去城门保护南域，去城门保护南域。走。娘，曾经我在你面前发誓，退出江湖，不再参与纷争。可如今外强入侵，对我大夏百姓虎视眈眈。我身为一名武者，不能坐视不理。我想，您会支持我的。